家好，欢迎收看木板年画，我是广州航海学院的郭亚东。这期节目呢，我们接着来讲年画与年节中的小年。小年别名谢灶、祭灶节、灶王节，日期是在每年的腊月23日到25日。关于小年，民间有些地方流传小年官三民四传五，意思是说，官家的小年在腊月23，百姓家的在腊月24，而水上人家则是在腊月25。这里说的都是农历。其实传统上的小年是在腊月24，因从清朝中后期开始，帝王就于腊月23举行祭天大典，为了节省开支，顺便把灶王爷也给拜了。因此，上行下效，北方地区也提前一天在腊月23日过小年。早在宋朝就有腊月24过小年的记载，所以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会保持着这天过小年的一些古老的传统。自此就有了南小年和北小年的说法。我们从小年的别称谢灶、祭灶、灶王节来看，小年和什么有关呢？对，和灶有关。据释名记载，灶，灶也，创食物也。意思是灶就是造，创造的造，是创造食物的地方。而灶王也就是灶神，灶神的职责就是执掌灶火，管理饮食。那灶王又是从何而来呢？民间关于灶神的传说版本非常多，有炎帝说、祝融说、张馗说等。那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流传比较广泛的民间传说。《酉阳杂俶·诺高记》里记载，从前有一个叫张丹的人，字子郭，他的妻子叫丁香。丁香勤劳贤惠，孝敬公婆，把家里打理得很好。日子过得不错的张丹不愿过这种耕种的生活，想出门做生意。张丹的生意做得很好，很快呢就成为了富豪。富裕起来的张丹本应该有着更好的生活，可是这个时候的他嫌弃结发妻子，一纸休书呢就把丁香赶出了家门。张丹有了钱，不思努力，在外吃喝嫖赌，另娶了年轻漂亮的海棠。海棠呢更是奢侈挥霍。后来呢，他们家遇到一场大火，张丹的财产全部被烧光，海棠也离他另嫁。在这之后，落魄的张丹只好过起了流浪的生活。快过年了，张丹又冷又饿，到一家大户人家去乞讨。女主人见他可怜，便赏了他一碗面，让他到灶台边去边取暖边吃。他吃到了面里一根长长的头发丝，不禁想起原配妻子丁香，后悔之情让他潸然泪下。透过迷糊的泪水，他看到了原来这家大户的女主人就是丁香。万分羞愧之下，张丹一头钻进了灶里，被活活烧死。玉帝知道了张丹的事，念其有悔意，就封张丹为灶神。那这个灶神有一个正式的封号比较长叫九天东厨司命太乙元皇定福奏善天尊，简称九天司命东厨灶王府君或东厨司命。我们可以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个九天是指九方之天，也就是中央及四方四隅。
所谓的司命，就是指主管人的腰寿和命运。东厨，这是按照古代家庭院落的建造传统，厨房呢一般位于院子里边的东向，所以以此为称。而灶王辅君是指掌管一切家庭生活贫困富裕与否的神灵。因此民间称灶王爷为一家之主。灶王监视着每家每户的善恶，每年的小年呢，上天向玉帝汇报。这就是民间比较流行的关于灶王的由来。讲完由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小年都有哪些习俗。先从小年最重要的习俗祭灶开始说起。祭灶的风俗由来已久，灶君在夏朝就已经成为了民间尊崇的一位大神。记述春秋时孔丘言行的《论语》中就有与其媚与傲，宁媚与灶的话，意思是与其向比较尊贵的神祈祷保佑，不如向灶神祈祷保佑。在先秦时期，祭灶位列五祀之一。五祀为祀灶、祀门、祀刑、祀户以及祀钟雷五神。钟雷也就是土地神。那另一种说法是门、井、户、灶、钟雷，或说是刑、井、户、灶、钟雷，这就是传说中的五神。祭灶时呢，要设立神主，用丰盛的酒食作为祭品，要陈列鼎祖。古代祭祀时陈设身体或其他食物的礼器，设置扁豆，就扁和豆，古代祭祀以及宴会时常用的两种礼器。那竹制为扁，木制为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天津杨柳青年画，上天降福，新春大吉，就描绘了以前的人们祭灶时候的场景。在一户殷实家庭的灶间里，地上有一大盆祭灶的果品。那祭灶的食品呢，一般为水果或者素食。男主人正虔诚地向灶王爷的画像合掌行礼，女主人怀里的婴孩却迫不及待地想要吃灶糖了。另外两个男孩则在一旁抢灶糖。一盆取暖的炭火正旺旺地燃烧着，条案上的水仙郁郁葱葱，花香四溢，全家人其乐融融。整个祭灶仪式过程中，除了拜灶王之外，还有一个尤为重要的环节，就是送灶。送灶多在黄昏入夜之时举行。一家人先到灶房，摆上桌子，向设在灶壁神龛中或者是灶台墙面上的灶王爷敬香，并供上用乙糖和面做成的糖瓜，然后将竹篾扎成的纸马和喂牲口的草料用饴糖供奉灶王爷，是让他老人家舔舔嘴。有的地方呢，还将糖涂在灶王爷的嘴的四周，边涂边说好话多说，不好话别说之类的话语。这是用灶糖呢粘住灶王爷的嘴，让他不要说坏话。人们用糖涂完灶王爷的嘴后，便将神像揭下，和纸马草料一起放入灶火，焚烧升天。一家人围着灶火叩头，边烧边祷告。又到腊月23，敬送灶君上天。有壮马，有草料，一路顺风平安到。供的糖瓜甜又甜，请对玉帝敬好言。吃灶糖。这里说的灶糖，就是祭祀时特供的甜味糕点。俗话说
23糖瓜年，过小年的时候呢，人们就会买各种糖瓜、关东糖、麻糖等供奉，祈求灶王爷嘴甜一些，上天言好事。灶糖呢，是我国传承了很久的一种食物，一种又粘嘴又粘牙的麦芽糖。根据形状不同，也会有不同的叫法。在东北地区，长条的叫关东糖，扁圆的叫糖瓜。这个食物有两大特点，一个是很甜，另一个是很黏。因此，这种食物是祭祀灶神的绝佳之选。一来让灶神吃得甜，不会乱说话；二来可以粘住灶神的嘴，不让他说话。大人完成祭祀之礼后，小孩子就会一直追着大人要灶糖吃。而且祭神用的食物一般也会经常用来给人们分食，人们认为这样会为自己带来好运。家长把所有的孩子都叫过来，让每个人都吃一点。说到吃，小年这一天晚上呢，还会过小年夜，吃小年夜饭的习俗。南方地区一般小年夜饭饭桌上呢，会有青菜、豆腐、粉丝的。这三样菜呢，寓意要做人清清白白，长长久久的幸福。全家人吃过这顿小年夜饭，就算正式进入迎春日，也就是春节了。过了小年，离春节就只剩下6、7天，过年的准备工作显得更为迫切。小年这天呢，要彻底打扫室内，俗称扫尘。扫尘为的是除旧迎新，拔除不祥。各家各户都要认真彻底地进行清扫，做到窗明几净。粉刷墙壁，擦洗玻璃，糊花窗，贴年画等。民间信仰认为，诸神从这一日起不理人间的事物，回天述职。民间只留一些值日神以及地主等小神来看管照顾秩序。神明上天之后呢，需等到第2年的初4晚才全部返回人间。于是便有传说，在这一天打理屋子不必顾虑任何的细节，搬移物件或者沙尘乱飞也不怕冲犯家中神明。古人因此定下来，这一天是屋内大扫除的日子，百无禁忌。房子收拾干净了，那么人自然也要收拾干净一点。从腊月23以后，大人小孩都要进行洗浴和理发。民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的说法。山西吕梁地区讲究腊月27日洗脚，这天傍晚，婆姨女子都用开水洗脚。不懂事的女孩子呢，大人们也要帮她把脚擦洗干净，不留一点污秽。民间传有腊月27，婆姨女子都洗脚，一个不洗脚，流脓害水7个月的俗语。讲完习俗，我们回到年画上来。这张年画是陕西凤翔的立头灶神。立头灶神是在灶神年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这是一种能够套印不同年份气节表的立头年画。上面的空白处呢，因为农历的节气表，一般会在上面印制当年的历头。下联画中间的2个人是灶王爷和他的夫人灶王奶奶，旁边有一副对联，写着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是常用的灶画对联。在灶神的下方左右2侧各有一位士官，
手持如意，两脚的二人手持条幅，右边写着招财童子，左边写着进宝郎君，中间还有两个儿童高举着聚宝盆，中间的长条桌上摆满饭碗，表示这家财源茂盛，丰衣足食。同样是立头年画，年画的内容却大不相同。这张是河南朱仙镇的吉星高照照。这张画分为3层，上层为观音、文殊和普贤3大士及善财童子，中层突出灶君及夫人，下层为聚宝盆及门神和立誓招财使者，两旁位列8仙，象征性的表达了吉星高照的内涵。那说到这里，我们来看一张年画的实物啊。我手上有一张立头年画。刚才说了，所谓的立头啊，也就是在年画的上方这个空白的区域，它本来是空白的，也就是说，这幅画在印制的时候，前面所有的色板和线板印完之后，这个区域是空白。那么这个立头啊，这一部分是最后单另印上去的，因为年画不可能每年都换，但是这上面的立头啊，却是每年都不一样，所以它有一个活动的部分。那这个立头里边一般的格式就是上面标注哪一个年份，然后在下面2格里边分别就是12个月对应的24个节气的关系。那么这个就是传统农耕社会老百姓用来从事农耕生产的一个指导性的这么一个作用啊。这种立画我们在之前的春牛图里面也曾经讲过啊，也曾经出现过。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来自山东东昌府的灶神年画，叫摇钱灶。这张画在东昌府中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灶码，画的上半部分设有2棵摇钱树，画面正中的人就是灶王爷，穿着袍服，端坐在2棵摇钱树下，背后有相光，用来表示他是个神。树下有2个弓手站着的侍从，画的下方则描绘着灶王府内的情形。灶王坐在正中间，2个夫人侧坐在他的左右两边。灶王前面有个供桌，摆了贡品，前有2只狗相对。画面的两侧是8仙。好，刚才这张画里面我们提到了这个2位灶王奶奶啊，我们之前说过，灶神画当中呢有单灶，有双灶，也有3灶。那实际上，如果2位灶王奶奶同时出现，也就是加上灶王有3个人，那么这种灶画叫3灶。我手上有另外2种形式的灶神，大家看啊，这个灶神，这就是所谓的单灶，就只有灶王1个人出现。那这种画又跟我们刚才看到的灶神画有些许不同啊，它首先是尺幅比较小，而且是单色，没有套色。那画面也比较简单啊，这种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般比较粗的啊这种纸马画，上面写的东厨司命，这个我们刚才说过了啊。那这幅是陕西凤翔的一个灶王啊，是一个花灶，它背后配有4季的花卉，花灶也是单灶。那这种花灶呢，我们看它的身上的衣服啊是黑色的，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双灶了，由灶王爷和灶王奶奶两个人啊。那这张画下面还配有一些财神的内容，活财神来到咱家啊，增加了这个造画的一个画面的丰富性。好，我们继续回到画面中，看接下来这一幅年画。这张是山东东昌府的黄牛灶。这张画的上半部分描绘的是牛郎织女的故事，下半部分同样描绘的是灶王和他的两位夫人。之所以在灶画中出现牛郎织女的故事，这大概跟牛郎织女在民间广受欢迎有关。传统年画中有很多特工的年画，比如这张山东东昌府的塑灶。这张画呢，专供有老人刚过世的家庭使用。整张画只有平紫、黄、黑，少了浓郁的色彩氛围，却多了几分清淡与素雅。这张是陕西凤翔的双人灶神，画中的灶君、灶婆坐在中间，下方有两个侍从。中间的下部有宝马以及聚宝盆，上部背景的左右两边是双印显示这家主人的身份的尊贵。中央是笔冠和吉祥物，上额题写祭如在，这个意思就是只要你祭祀，神就常在很有意思。整张画富丽堂皇，这种灶神一般贴用的人家呢是人口不多不少的家庭。那么遇到人多的家庭呢，我们可以贴这张画。这张灶画也是陕西凤翔一带的全家灶，中间写着司命主，意思就是前面讲的管理人间寿命的长短。做坏事则有可能短命，做多了好事则有可能长命。这张素色灶画共有8个人，适合贴在人口众多的大户人家。那说完这个，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再来看这张，这张和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张实物有些相似，同样是来自陕西凤翔四季花灶君。这张年画中的灶王身穿黑袍，脸上的表情是非常的祥和俊美。两旁的士官，一人双手端印，另一人手持录事簿，下面有兔、鸡，中间有聚宝盆，背景的4扇屏上绘制40的花卉，表示一年4季的美好寓意。那这4季的花卉春天的桃花象征爱情，夏天荷花象征的是高风亮节，秋天的菊花形容高雅傲霜，冬天的梅花则象征坚强和高雅。此画风俗中带着一丝雅气，因为大户人家所用。小年祭灶，有时也会把灶写为灶，肥皂的皂。皂什么意思呢？是黑的意思，所谓不分青红皂白。大家看我左侧这幅灶画，上面写着灶君神位，这个灶就是这个灶。这么来看，灶神是既可爱又可恨，人们既崇敬他，希望他能为自己带来福报和吉祥，却也怕他，或者说是恨他，因为担心他口不择言，在玉帝面前讲自己家的坏话，带来祸患，所以把灶神置于灶台，让他接受长年累月的烘烤。就像故事里的张丹，一头钻进了灶里，可不是被烤得黑头土脸。
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价值标准多元化的直观体现，既显得风趣，又不失深沉。民俗不虚，有口传及习伪，年话不假，皆满载情感和精神。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集再见。